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夜幕悄悄降临，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老区笼罩在一片寂静中，这里的每一块砖瓦，每一扇窗户，都似乎承载着时间的沉重。医院的建筑风格古老，走廊长而幽深，墙面斑驳，散发着一种历史的沉闷感。医院内的空气总带着消毒水和药品的味道，令人压抑，却又不知不觉地成为这里的一部分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在这个深夜，医院里大部分病房都已经熄灯，只有值班的护士们在昏黄的灯光下穿梭。走廊上静悄悄的，空无一人，只有他们急促的脚步声和偶尔的轻声交谈。每一脚踏在医院的冷硬地板上，都似乎回荡着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回音，像是被遗忘的历史在低语。周婉婷迈步走进医院的老区，她的心跳隐隐加快，尽管她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她刚刚从医学院毕业，充满了理想与激情，但今晚的这一班夜班却让她感到有些压抑。她早就听过那些关于这座医院的传闻，尤其是关于那位无头幽灵的故事。周护士，你今晚值夜班，要多小心啊。临近交班时，一位年长的护士曾意味深长地叮嘱过她，语气中带着些许的警告。别瞎说了，都是吓人的。周婉婷笑着摇了摇头，她并不信这些鬼故事。她曾在医学院时听到过同样的传言，但她一向坚信科学，认为那些所谓的幽灵不过是过于紧张的病人和护士产生的幻觉罢了。然而当她走进这个老旧的区域时，心底的不安却开始悄然升起。走廊两侧的病房门大多紧闭，偶尔透过门缝看见病床上的病人静静地躺着，似乎无声无息地等待着什么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以名状的阴冷感。周婉婷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她迈步走向一间病房，门口的指示牌闪烁着微弱的灯光，病房的门没有锁，推开时发出轻微的吱呀声。她走了进去，轻轻关上门。病房里一片寂静，只有病床旁的仪器在安静地运行，发出节奏均匀的滴答声。周婉婷随手拿起桌上的文件，开始核对病人的资料。然而这一切的平静忽然被一阵低沉的脚步声打破。那声音从走廊尽头传来，沉重而缓慢，仿佛有一个人正一步步向她靠近。周婉婷的眉头微微一皱，抬头看向门口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是谁？她轻声问道。声音在空旷的病房里显得格外突兀，没有回应，只有那沉闷的脚步声依旧在走廊中回响。周婉婷心中有些不安，但她努力镇定，告诉自己这不过是自己过度紧张的结果。她继续翻看着文件，眼前的文字开始变得模糊，似乎连空气都变得沉重起来。突然，门口传来了一个轻微的咔嗒声，像是脚步突然停住了。周婉婷的心跳猛地加快，眼睛下意识地扫向病房外，她的手心开始微微出汗，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从背后蔓延开来。她轻声叹了口气，起身走到病房门前，打开了门。走廊一片空旷，灯光昏暗，除了偶尔闪烁的灯泡，什么也没有。脚步声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仿佛刚才一切都是幻觉。真是的，怎么这么紧张？她对自己小声嘟囔，回头准备关上门，却在那一瞬间看到走廊的尽头有一个模糊的影子，那影子站得很直，似乎不动。周婉婷的心脏猛然一跳，她定了定神，再次望去，影子已经不见了。她的双手微微发抖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这时走廊的尽头传来一阵微弱的笑声，那声音不大，却异常清晰，仿佛是从那模糊的影子里传出来的。周婉婷的脊背突然一凉，双腿微微发软，她几乎能感觉到那笑声带来的冰冷气息。是谁？她的声音颤抖，回头望向空荡的走廊，没有回应，只有黑暗中那隐约的笑声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，仿佛那笑声正从她背后传来。她猛地回过头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阴冷的气息，房间里的温度似乎突然下降了几度。她的心跳剧烈，感觉胸口被某种无形的压力紧紧压迫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我一定是累了，太紧张了。周婉婷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
深吸一口气，快速转身，准备继续工作。然而就在他转身的瞬间，他耳边突然传来了一个低沉的声音：“你看到我了吗？”那声音轻柔而空洞，仿佛直接从他的耳朵里传出，像是有人在他耳边轻声低语。周婉婷的身体猛然僵住，眼前的病房一片模糊，她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，整个世界仿佛都开始扭曲。“你看到我了吗？”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更近，仿佛就在她的肩膀旁。周婉婷回头，眼前的病房已经不再是那个熟悉的样子，病床旁的灯光闪烁不定，影子拉长变形，四周仿佛充满了扭曲的恐惧。她的脚步不受控制的后退，一股强烈的不安感涌上心头，仿佛有某种不明的力量正在把她拉向未知的深渊。然而等她再度回过神时，眼前的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周婉婷站在病房门口，回头再看走廊时，心里依旧无法平复，那阵低沉的笑声仿佛还在回荡，耳边的空灵气息仍旧如影随形。她努力地告诉自己，不要被这些迷信的故事迷惑，毕竟她是个专业的护士，不应该被这些无根据的恐慌情绪左右。她深吸一口气，轻轻闭上眼睛，强迫自己将那种不安的感觉抛开。可是脑海中的那个声音却始终没有消散。“你看到我了吗？”周婉婷感觉自己像是被困在一个无形的迷宫中，心跳依然加速，手心微微出汗。她赶紧走出病房，迈步走回那条昏暗的走廊。她从旁边的护士站经过，和几个夜班同事打了个招呼，试图让自己恢复平静。可是她越走越觉得今晚的医院比以往更加压抑，走廊尽头仿佛隐藏着某种不可言说的秘密，压迫感越来越强。周婉婷加快了步伐，努力让自己不再去想刚才听到的笑声和低语。她知道这一切都只是她的错觉而已，是她过度紧张和疲劳所致。然而当她经过一间病房时，她的视线无意中扫过那扇半开的门，突然停住了。房间里，一名年约50的病人静静地躺在床上，他的眼睛闭着，面色苍白，看起来十分虚弱。可就在那一刻，周婉婷瞥见病床旁的地板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血迹，血迹不大，但却清晰地划出了一条曲线，从病床的角落一直延伸到房间的另一边。她心头一紧，低头看去，血迹并不多，但那种突如其来的不祥感让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她环顾四周，确认病房内没有其他人，门也没有被关闭，于是她走进去，打算检查一下情况。怎么会？她小声嘀咕着，拿出医用手套，开始查看病床下的血迹。那血迹显得有些不自然，仿佛被人有意留下来。她低下头，仔细查看床下，却什么也没找到。突然，病房的灯光突然闪烁了几下，接着又亮了起来。周婉婷皱了皱眉，心里一阵疑惑。她转过身，准备离开，刚一转身，脚下却突然踩到了什么软绵绵的东西。她下意识地低头看去，却看到病床旁的地毯上居然有一只破旧的皮包。她的心猛地一跳，那皮包看起来并不属于病人，因为它被藏得很隐蔽，几乎要被地毯吞没。周婉婷蹲下来，伸手把它拿了起来，包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破旧的照片，照片已经有些发黄，照片上的人脸也模糊不清，但可以勉强看出是一位医生，穿着外科白大褂，站在手术台旁，微笑着看向镜头。然而周婉婷注意到照片的边缘被撕裂过，似乎有人故意把某些部分撕掉。她不禁感觉到一阵莫名的寒气，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念头，这不可能，这张照片上怎么会有那个医生的笑脸？那是她曾经听说过的传闻，关于医院内一位外科医生的故事。那个医生，她喃喃自语，突然想起了曾在医院茶水间听到的关于无头幽灵的谈论。那个医生在一场手术中因事故失去了头部，遗体至今没有找到。周婉婷的手微微颤抖，眼神愣在照片上，那张模糊的脸庞似乎带着某种不祥的预兆。她的心跳越来越快，想要放下照片，但手却不由自主地将它握得更紧。她感到自己的手心像是被冰霜覆盖，浑身一阵寒冷袭来，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正紧紧盯着她。
他突然听见了一阵脚步声，渐渐逼近。这次脚步声清晰而快速，像是某个人正在急匆匆地走向他的方向。周婉婷的身体顿时僵硬，回过头却什么也没有。那声音在耳边回荡，但走廊依然空无一人。他的手不自觉地紧紧抓住皮包，心跳如鼓，感觉自己正被一种无法言喻的力量吸引着。那声音逐渐消失，整个世界再次归于寂静。他抬起头，发现周围的空气似乎变得越来越沉重。是错觉，是错觉，他低声安慰自己，想要甩掉心中的恐惧。然而房间里突然再次闪烁了一下，病房的灯光一闪一灭，最后完全熄灭。滴答滴答，唯一留在他耳中的是墙上挂钟的滴答声，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。周婉婷的身体本能地想要冲出病房，但她的脚步却如同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牢牢定住，无法动弹。她抬头再次看向那张医生的照片，突然发现那位医生的笑容变得诡异，眼睛里透出一股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阴冷。突然间，一阵猛烈的冷风吹进病房，房间的窗帘剧烈飘动，仿佛要把整个病房的空气抽走。周婉婷的心脏剧烈跳动，头脑一片混乱，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正在将她拉向照片中的医生，拉向那片阴暗的过去。她感到一股无法抵挡的恐惧袭来，低头再看那张照片时，照片中的医生的面孔已经完全变形，没有头部的尸体，只有一个空洞的黑暗。周婉婷的身体颤抖，脑袋一片空白。周婉婷的手紧紧握住那张破旧的照片，双眼死死盯着照片中那个已模糊不清的医生面孔。她的呼吸变得急促，心跳如擂鼓般剧烈跳动。照片上的医生眼中透出的那股冷冽的目光，仿佛一根无形的针扎进她的心脏，让她无法移开视线。这不可能，她喃喃自语，试图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错觉。照片不过是一张旧照，一些无关紧要的历史遗物罢了。但内心的恐惧却一点一点侵蚀着她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不断向她靠近。她猛地抬头，环顾四周，病房里一片死寂，除了墙上钟表的滴答声，什么也没有。那种无法言喻的阴冷再次充斥着整个空间，四周仿佛有无数双无形的眼睛在盯着她。她试图把照片放回包里，但手却迟迟不敢松开那张照片。她低下头，看着照片上被撕裂的部分，心中一阵剧烈的不安。照片的那一角，似乎隐约可以看到一只手正从画面外伸出，触碰着那名医生的肩膀。周婉婷猛地一颤，回头看了看病房的门，依然紧闭，没人能进入这里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她将照片塞回皮包，想尽快离开这个让人窒息的地方。就在她准备迈步离开时，病房内的灯光再次开始闪烁，最初是微弱的闪烁，随即越来越频繁，光线一会儿明亮一会儿昏暗，仿佛有什么不明的力量在牵动着这些电器。该死，怎么又是这个？周婉婷心中一阵烦躁，想要赶紧离开这个充满怪异气氛的地方。然而灯光的闪烁越来越剧烈，甚至间歇性的完全熄灭，整个病房被吞噬在黑暗中。她的心跳如雷鸣般响起，周围的空气似乎也在这一刻变得格外凝重。她手心的汗水已经湿透，冷汗如同冰水般划过脊背，植入心底的恐惧开始蔓延。突然间，病房内传来了一声清晰的咳嗽声，响亮而刺耳，像是从病床的角落传来。周婉婷的心猛地一紧，她转过身去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病床上的病人，那个年约50的男人，眼睛闭着，依然没有动静，他的脸色依然苍白，仿佛陷入了深沉的昏迷状态。可那声音毫无预警地从空旷的房间中传出，清晰的几乎让人窒息。是谁？周婉婷的声音在空旷的病房中回响，仿佛她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刚才的举动。她的声音颤抖，极力想要让自己保持冷静，但她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中挤出来的，带着无尽的恐惧。一阵沉默后，突然那病床上的病人动了，他的眼睛猛地睁开，眼睛里不再是昏迷中的空洞，而是一片死寂的黑色。他的眼神冰冷空洞，仿佛一个没有生命的木偶。周婉婷倒抽一口凉气，
身体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，他的双腿像是被定住了，无法再向前走分毫。他想要大声喊叫，但喉咙似乎被某种东西堵住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病人的嘴唇微微动了几下，仿佛在说什么，但发出的声音却异常低沉，难以听清。周婉婷屏住呼吸，竭力想要听清那句话。那声音越来越近，直到他清楚听见你看到了吗？这句话仿佛从死者的喉咙里挤出来，冰冷而空洞，回荡在病房的每一寸空气中。周婉婷的身体瞬间僵住，整个人仿佛被电击般麻木，她的眼睛死死盯着病人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发不出声音。她的喉咙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锁住，压迫的她几乎无法呼吸。突然，病人猛地坐起身来，眼睛直直地盯着她，目光里充满了冷酷与怨恨。周婉婷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，空气变得愈发沉重。那病人缓缓开口，声音低沉的仿佛从地狱里传来：你看到了我，为什么还不离开？周婉婷的血液像是被冻结了，眼前的景象让她几乎失去理智。她想要逃跑，但双腿像是灌了铅，无法移动。那病人的眼睛死死地锁住了她，仿佛要将她的灵魂一同吸入。就在这时，病房的门咯吱一声突然被推开，周婉婷猛地回头，看到同事刘护士正站在门口，脸上带着一丝疑惑与担忧。婉婷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站在这儿发呆？你没看到吗？周婉婷几乎是哀求地看着他，声音充满恐惧。那个病人，他醒了，他在看着我。刘护士皱了皱眉，走了进来，轻轻拍了拍周婉婷的肩膀。你是不是太累了？他一直在睡，没什么事，你先休息一下。周婉婷的视线依然紧紧盯着病床上的病人，心跳剧烈，但病人已经重新闭上了眼睛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他的目光再次扫过病房，空气中依旧充满了压抑的氛围，但病房里似乎一切恢复了正常。刘护士站在他旁边，轻声安慰他：你可能是听错了，周婉婷，医院这些传闻太多了，大家都说这里有些地方不太对劲，常常有些人的情绪不太稳定，但我们都是经历过的，你要小心，不要让这些故事吓到自己。周婉婷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内心的恐惧却始终无法消散。她明明看到病人眼中的冷冽目光，听到那低沉的声音，却似乎没有人相信她。她的脑海中反复回想着那句话：你看到了我，为什么还不离开？周婉婷的心跳渐渐平复，但那股莫名的压迫感依旧紧紧包围着她。刘护士离开病房后，周婉婷站在病床旁，久久无法将视线从病人身上移开。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过度紧张，是否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她自我制造的恐惧。我得冷静下来。她深吸一口气，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脸颊，试图驱散心中的迷雾。病房内的空气依然凝重，阴冷的气息却似乎没有完全散去。然而，那个病人李先生似乎并没有像刘护士所说的那样安稳入睡，尽管他的眼睛依旧紧闭，面色苍白，但周婉婷心底的某个声音却不再允许他忽视他。他犹豫了片刻，还是决定返回护士站查找一些资料，尽量弄清楚李先生的病情。走出病房的瞬间，突然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走廊的尽头传来。他猛地回头，看到了那名李先生的亲属，一位年约60的老妇人，正在缓缓走向他。你是婉婷吗？老妇人声音沙哑，眼神暗淡无光，但眼中却带着某种无法言喻的焦虑。周婉婷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是的，您是李先生的家属吗？老妇人微微颔首，低声说道：我知道你是护士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我听说过一些关于李先生的事，我想他不会平安的。周婉婷愣了一下，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不安。她试图安慰老妇人，李先生的病情没有问题，病房里没有任何不正常的情况。然而老妇人却摇了摇头，面色愈加苍白。你不了解，李先生，他曾经是医院的外科医生，做过许多手术，他的死亡和这座医院有着深刻的联系。周婉婷愣住了，她的心突然加速跳动。您是说，李先生曾经是医生？老妇人点了点头。
目光中充满了无尽的忧虑。是的，他是外科的主治医生。10多年前，他参与了一场手术，结果发生了严重的事故。那次事故夺走了他的一切，他的头部在事故中完全消失。周婉婷的呼吸一滞，心中升起一股寒意。他瞬间想起了那张照片，照片中医生的脸被撕毁，而那正是李先生的脸。老妇人接着说，有人说他的死并不简单，当时的事故并不是意外，而是人为的。他停顿了片刻，眼中闪过一丝痛苦的回忆。在那场事故之后，医院开始发生一些怪异的现象，有人听见奇怪的笑声，见到不明的身影，甚至有病人在治疗中消失。大家开始怀疑李先生的死与这座医院的某个秘密有关。周婉婷的心中忽然升起一阵强烈的不安，她咽了口干涸的口水，试图保持镇定。这和我看到的那些事有关系吗？老妇人点了点头，脸上浮现出深深的忧虑。是的，李先生的灵魂不能安息，他的怨念永远萦绕在这座医院里，寻找着那个曾经让他死去的人。周婉婷的心头一震，她下意识地回头看向病房的方向，眼中闪过一丝恐惧。那么，他是不是就是那位无头幽灵？老妇人叹了口气，声音变得更加低沉。是的，他的怨灵已经无法安宁，你可能已经被他盯上了。婉婷，你必须小心，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曾接触过他的人。话音未落，周婉婷的心中涌起了强烈的警觉感，她感觉自己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盯住，背脊一阵阵发凉，脑海中再次浮现出那个怪异的笑声，那个冰冷的眼神。你要做什么？周婉婷的声音有些颤抖，内心的恐惧几乎让她无法自控。老妇人凝视着她，眼中充满了哀伤。我无法阻止她，但你可以试着查清真相，只有揭开他死去的真相，才能让他安息。周婉婷紧紧握住手中的护士胸牌，心中的疑云愈发浓厚。她低下头，看着自己手中的记录本，心跳在一瞬间变得极不平稳。她知道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灵异事件，而是和李先生的死亡、医院背后的秘密深深相关。